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S13世界赛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争夺，微博战队和 T1 战队会角逐出本次的世界总决赛冠军。说实话，从目前的赛前数据来看 ，T1 战队真的是遥遥领先。微博战队从瑞士轮开始的对手就不是特别的强，8强中也遇到了欧美的队伍，只有在半决赛的时候才和顶级的 BLG 战队交手。相比之下，T1 战队已经连续击败了 LPL 赛区的1、2、3号种子了。就在最近，欧美解说欧刚因为公开支持微博战队夺冠，被 T1 战队赶出办公室。这几年里 ，T1 战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人员重组，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这支 T1。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对于 T1 战队还是比较熟悉的。作为 LCK 赛区的一支老牌强队，他们已经拿到过3次世界总决赛的冠军了。这几年里，T1 战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人员重组，确立了 Faker 为核心的新阵容之后，整体的成绩也是开始稳步回升。这一次的对抗 ，T1 战队春季赛和夏季赛都没能够夺冠，全部都输给了3星战队。当时很多的玩家都觉得 T1 战队不会有太突出的成绩了，没想到在8强的对抗中击败了李宁战队，半决赛更是淘汰了京东战队。微博战队作为 LPL 赛区的一支阵容非常优秀的队伍，在引入了中单选手小虎之后，几乎组建了全明星的阵容。之前的打野选手卡萨也是一个老牌玩家，我估计所有的玩家都没想到4号种子的微博战队能够一路冲到最终的决赛。虽然他们的对手实力没有特别的凶悍，但是在半决赛淘汰 BLG 战队也展现了微博战队的韧性。能够进入到决赛的队伍不仅仅需要运气，同样也需要硬实力。在距离决赛的这几天休赛期，欧洲知名主播 Kedrill LPL 玩家称他为欧洲刚子，因为支持 WBG 战队夺冠，结果被 T1 战队无情地赶出了基地，导致欧刚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。了解过 Kedrill 都知道，他是欧洲最知名的 Dashai 粉丝，几乎所有 WBG 的比赛他都会在2路进行直播。本身嘴硬又能整活的情况下，很快就跻身欧洲 LOL 一线主播。为了维护 Dashai， 欧刚曾与海外玩家开麦对喷，甚至顾不上直播平台的警告，看得出来是真爱粉无疑。在韩国解说比赛 Kedrill 借助的地方就是目前晋级决赛 T1 战队的基地，但由于 T1 和 WBG 都进入了决赛，欧刚无脑支持 WBG 夺冠，结果惹怒了 T1 的高管，被无情赶出基地。欧刚发推特诉苦之后，不少 LOL 玩家都认为他又在整活了，这个人话简直一点都信不了。但随后欧刚再次发文表示，这不是一个笑话或者梗，因为自己没有被拳头官方邀请到2路，所以自己必须在决赛前找个地方直播。T1 官方说可以收留自己到决赛前，自己完全理解他们的立场。不过确实，在 T1 战队的基地希望微博战队获胜，这基本上是很难被允许的。不过 Kedrill 也并非无处可去，在得知此消息后，格局很大的 DRX 主动发文表示24小时全天收留。比较有意思的是 WBG 在韩国也是在 DRX 战队的基地训练，欧刚如果真去 DRX 的基地，保不准可以经常见到自己的偶像了。当然 T1 这波操作其实也勉强可以理解，没想到欧刚既然在 T1 战队的基地还公开支持微博战队夺冠，也难怪 T1 战队官方要把他赶出自己的基地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在决赛的时候欧刚大概率会出现在 DRX 战队的基地。另外红米教练在输给了 T1 战队之后，也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，表示只要 T1 战队不掉以轻心，认真准备，应该是可以击败微博战队，拿到最终的冠军的。虽然他认为 LCK 夺冠确实让很多的粉丝难以接受，但是他的想法应该和绝大多数的玩家内心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微博能否夺得冠军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